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家餐厅呢，是主打以潮汕菜为基础的融合菜，店名呢叫四永益生平。它这家店呢是坐落在这个北京 SKP 的商场里边，在5层。停车的话呢，可以直接停在商场的地下停车场，跟大部分餐厅一样，都是通过电话或者网络预订。来到5层，从这个店门口看呢，是以白色为主，奢华典雅的装修风格呀，与这个商场内明亮大气的感觉正好相呼应。我们这次订的包间呢，紧挨着门口，虽然是24人的小包间，但一点也不感觉到局促。暖色系的灯光呢，也会让人心情更加放松，整体给我一种亲切又不失高档的感觉。除了我们这包间外啊，还有好几个包间，在大厅呢也可以用餐。收费的话呢，他家并不是固定的套餐，而是可以依据客人的餐标定制菜单。店家建议啊，是在1200到2000元左右一个人。我们这次选的呢，就是2000块钱一位的。当然了，你要想往高了吃5000、10000的，据说他们也能做，但是不推荐。落座后呢，先是每人上了一杯暖胃汤。据介绍是用这个松茸冬瓜与老鸡熬制后的一个淀粉汁，会有一点点糊嘴的口感。餐前喝一杯呢，可以起到养胃暖胃的作用。这个呀，你别说，还真好喝，醇厚的鸡汤味儿，还带着这个松茸冬瓜的鲜香，作为开胃给我印象非常深刻。紧接着就是上了3碟小菜，茭白墨鱼丸、银鱼仔和这个凉拌木耳。这茭白一开始吃我还以为是笋呢，非常的嫩，很好吃。其他2个小菜的调味呢，对我来说中规中矩。接下来就是头盘。我预定这家餐厅的时候，特意定制的一道36月龄的老鹅头。潮汕的这种老鹅头啊，我之前吃过一次，就觉得挺好吃的。用淡卤水卤制的鹅头，旁边还搭配了1小碟蒜蓉醋。鹅头肉的本身呢是有点咸口的，非常适合配酒作为下酒菜。他给我们分的2块肉呢，一块是这个鹅头头冠这个部位的肉，还有一块就是脖子上的肉。脖子部位这块肉是剔得特别干净，一点骨头都没有。头部的这块肉呢，是连带着这个脑瓜壳的，啃起来口感比较有嚼劲，而且特香，跟我印象中之前吃的那个味道呢几乎一样。接下来一道菜呢叫一口香，它这个据介绍是用新鲜的蟹肉和五花肉打磨而成的肉泥，外边裹着的一层呢是潮州顶级的紫菜，旁边搭配的呢是金鸡油，说是用小金鸡提炼出来的油。这个一口香可以说外脆里嫩，味道既有蟹肉的鲜香呢，又有这个五花肉的油脂感，再加上紫菜的这个香气啊，一口下去非常满足。再蘸点这个金鸡油呢，又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，因为这个金鸡油有一丝水果的微甜，这么一蘸呢，可以把一口香这个鲜香的味道更好的激发出来，也不错。接下来就是主角招牌脆皮婆参，这个据介绍也是本店的经典招牌菜，曾经在《风味人间》的纪录片里还出现过。它使用的呀是澳洲猪婆参，这种海参呢肉质肥厚，蛋白质含量很高，和刺参啊，就是平时大家看见那种海参，口感差异很大。他家做的这个呢，外皮是这种焦脆的，内里呢糯中带弹，底下配这个汤汁呢是店家自己熬制的独特酱汁。据介绍呢是使用这个老鸡排骨、瘦肉等熬制完了，冷却后再将汤中的油分离出去，最终制成这种不腻又浓香的汤汁，调味刚刚好，不咸不淡。另外旁边呢还提供了这个黄芥辣，说是可以搭配海参一起食用，能起到这个解腻的作用。但我个人觉得这种锅冲的味道啊，反而会盖住这道菜本身的浓香，我觉得还是直接吃比较好吃。接下来一道菜啊是酸辣翅，选用的呢是金山沟翅。据介绍呢，他们家这个酸辣翅并没有搁醋，而是利用新鲜柠檬的果酸和天椒的辣味调配出来的酸辣口感。但说是酸辣翅，我倒没有吃出什么辣味，这个吃起来挺开胃的，但我觉得它如果能把这个酸度让客人自己调配更加完美。接下来呢是9层塔清汤海螺片，选用的就是普通深海海螺，并不是大响螺。螺肉切成薄片，口感非常的清脆鲜甜。这汤里边呢，据说还加了含有氨基酸的黄瓜片，以及所谓的9层塔，其实就是罗勒叶的丝儿。其中这个清汤的制作呢，据说是熬制的鸡汤，最终去掉上面的浮沫和底下的渣子，只保留了澄清的部分，所以喝起来呢口感清爽，一点也不腻。搭配着这个清爽的海螺片啊，吃起来真的特别舒服。再接下来呢就是配角普宁豆酱煮黄鱼，选用的是浙江小黄鱼，这个鱼肉上边几个黄色的呢，就是普宁豆酱里边的黄豆。搭配的小料呢是豉油焦圈，其实就是蒸鱼豉油配这个辣椒圈。这个小黄鱼的调味呢，我觉得是刚刚好，非常的完整，咸淡合适。然后我又尝了一口蘸小料的感觉，
因为本身的调味刚刚好，所以蘸了小料之后呢，反而会有点咸。不过这个小料添加的这点辣味呢，更凸显出这个鱼肉的鲜美了，就很矛盾。如果能提建议的话，我觉得这个鱼肉整体的调味啊再淡一点，然后蘸着这个小料吃，哎，绝对就完美了。再接下来就是清炒时蔬，用油渣炒的芥蓝，店家自己制作的猪油渣，香而不腻，搭配这个芥蓝啊，清爽香脆，整体这个火候控制特别好，菜整体的质感特别立体，看似特别普通的炒蔬菜，让我吃完之后真的跟家里的和普通饭店上的那种炒蔬菜味道不一样。吃了几口啊，感觉这个要是搭配主食一吃肯定会更香。说着呢就上了主食老菜谱熏鸭炒饭，使用的是30年的老菜谱。我上网查了一下，这个潮州菜谱呢，其实就是用复杂工序制作的萝卜干，搭配上这个潮州熏鸭以及五常大米一起炒制而成，整体这调味也是咸香适中。炒完这大米粒啊，粒粒分明。我觉得这个炒饭要是能跟刚才的炒时蔬同时上啊，会非常完美。因为当时我把剩下的半碗这炒时蔬和着这个炒饭一起吃的，巨香无比，特别满足。吃完主食就到了甜品环节，开心麻薯，相当于是一个油炸的冰激凌，外边的壳啊是用这个天妇罗的制作方法，里边是一个蔓越莓的冰激凌以及这个蔓越莓果肉啊，还有一块糯米糍，外热内冷呢，带来特别大的反差感。然后整体的口感，外皮酥脆，里边呢糯米糍软糯的口感，再配上冰激凌，吃完后呢，嘴里还留下一点蔓越莓的果香啊，与这个糯米糍的香甜，好吃。最后就是牛油果官燕，底层的是用优质的牛油果打成的泥，上层是跟冰糖炖制的燕窝，最上面撒的这个细粉啊是话梅粉，搅拌一下，一口吃进嘴里呢，它这个牛油果泥的口感呀特别醇厚，甚至有一点这种绿豆的香味儿，很神奇。可能这个味道呢正好符合我个人喜欢的口味，也是觉得非常好吃。最后呢就是评分环节，环境的话，它的装修风格还有温度明亮度都挺舒服的，而且也很安静，4星半。服务的话呢也还不错，服务人员对菜的讲解非常专业，而且我遇到不知道的东西一问他们全能答上来，而且沟通起来呢也给人一种亲切感，4星半。然后就是食材的话，感觉都是这个价位应该有的东西，没什么特别之处，也没什么毛病，4星。出品的话呢，鱼翅我依然觉得有点酸了，然后鱼的话呢，我觉得有点咸，其他都非常 OK， 也是4星。最后就是性价比，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是4星，但说实话我感觉4星有点高的，因为总共没几道菜，而且量也确实不大，这我觉得要是1200左右那绝对没得说，2000 4星是最多了。最后做总结的话，就是这家餐厅呢，我觉得不会让我有自己再来吃一次的冲动，但如果要是招待只喜欢吃中餐的朋友，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甚至你可以根据朋友的喜好提前完全定制菜单。 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关注哟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